他全身没有骨头，把头固定住，甚至可以旋转360度，直接吓傻了围观群众。不仅如此，手腕也可以360度转动，手指都能做出反人类的动作，两只手合在一起，很轻松的就能把手背掰到后面。工作人员尝试了一下差点没骨折，他连脚后跟都能翻转到前面，离远了看差点分不清前后。高难度的瑜伽动作也不在话下，身体极度扭曲，即使连专业的瑜伽教练看到都被吓了一跳。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柔软的人，他还教给瑜伽教练一个动作，结果教练根本做不到这就很尴尬了。他的绝活还不止这些，舌头都能吐出一朵花，而且想要几个花瓣就可以卷出几个，最多能卷出8个花瓣，肚子也可以随意折叠，反手拿东西也是易如反掌，肩胛骨都好像翅膀一样，全身上下都非常的柔软，好像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，真的是一个奇男子他的头和手长在了一起，连续40年用手撑着睡觉，就算强行把手拿开，但很快又会自己撑起来。虽然睡觉过程中头会不停的摇晃，但就是不会掉下来，就算翻个身也很快用另一只撑起来，就很神奇。节目组怀疑他装睡，但老婆说他40年来都是这样的，这么睡40年胳膊真的没事吗？只见大叔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含糊，端起100斤的水桶都轻轻松松。大叔还说这种睡眠姿势不仅手不会麻，还睡得更香了，甚至还救过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呢？他说之前家里闯进一个小偷，小偷看到他的奇葩姿势，还以为是睡梦罗汉，直接就吓跑了。附近邻居家都被偷了，唯独他家没有丢失任何东西。后来邻居都学他这样睡觉，他根本坚持不了5分钟。那他为啥会有这种迷惑行为呢？大叔说自己从18岁开始就这样睡觉了。原来40年前经常有人在他家果园偷苹果，轮到他守夜的时候实在太困了，想要睡一会儿，但地板很硬也没有枕头，他突发奇想用手把头撑起来，没想到睡得非常舒服，甚至打起了呼噜。从那之后就形成了习惯。但是这样真的健康吗？来到医院一番检查下来，医生说他患有间歇性的呼吸障碍，奇葩睡姿让舌头阻塞了呼吸道，所以有时在睡眠中会无意识的呼吸暂停。为了健康必须要改掉这种睡眠方式。最后大叔也表示不再当睡梦罗汉了。和大叔有类似爱好的还有下面这个男人，他睡觉必须要抬腿，还说这样舒服，周围人都不相信，觉得他在装睡。但3个小时过后，大叔就这样一直抬着腿，看起来好像不是装的。节目组做了个测验，让5个人同时抬腿，不到1分钟，有人已经在发抖了。5分钟后，所有人都败下阵来，唯独大叔的腿还在悬空。走近一看，人家已经睡着了，即使在家里那也要抬着腿，被子都被他撑了起来。监控也显示大叔整夜都抬着腿，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迷惑行为？节目组带大叔来到医院，经过长时间的检查，医生说大叔的腿没有任何问题听到这话大叔开心了，不用刻意的改变自己了。半夜去厕所，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，但主人每次上完厕所都会随手冲马桶，而且家里就他一个人，这就很诡异了。房子呢还是租的，才住进来半年而已，当时的租金还很便宜，证家里真的有别的东西。主人现在怕得很，半夜都不敢上厕所，只能憋到天亮。天亮后来到厕所，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，看尿的颜色，这东西还有点上火。主人决定豁出去了，在厕所安装了监控，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，竟然是他家的猫。猫难道会上厕所？主人说等他上厕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，倒是主人来了尿意，刚来到厕所，猫咪就跟了过来，直接跳上了马桶，像人一样蹲在那里开始释放，表情十分严肃。主人还说自己从来没有训练过它，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？专家说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，如果你们关系很好，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，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，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。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，之前主人上厕所，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，现在呢，如果厕所门关了，猫还会叫个不停。为了方便它上厕所，主人决定以后就不关厕所门了，如果它能出马桶的话就更好了。无独有偶，下面这件灵异事件也和猫有关。这个健身器材会自己运动，周围没有人，也没有一丝风，它却持续摆动了30分钟，仿佛有人在上面锻炼一样。旁边还经常出现一只黑猫，黑猫死死地盯着健身器材，器材一动，黑猫就叫，看起来非常瘆人。诡异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晨，虽然漫步机已经停止了摆动，但手臂健身器又开始自己转圈，周围依旧没人，也没风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来到旁边，突然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，健身器依然我行我素，转个不停。很明显这鬼不怕生。有个工作人员不信邪，直接站上器材运动起来，一切都很正常。等他下来后，器材竟然持续摆动了1小时，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惯性的原因？之前的小姐姐半信半疑的站上器材，运动起来真的好丝滑。节目组又把手臂健身器做了个对比，用相同力气转动健身器，这个问题器材比其他的整整多转了半个小时。这时公园的管理员大爷来了，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这是前几天新安装的，涂抹了过量的润滑油，所以比较丝滑，只要轻轻一晃就可以持续摆动很久，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。
向，健身器材很可能就是这只黑猫晃动的。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。然而下面这家发生的事就多少有点诡异了。他在墙上不能挂任何小孩的照片，只要一挂上就会被墙壁震掉，就好像里面有人在敲墙。每过5分钟，墙里还会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小孩每天都会被吓哭。最近还变得越来越离谱，不仅墙会响，地板也开始震动，尤其到了晚上，声音更夸张，弄得一家人都无法睡觉，甚至到了只有吃药才能睡觉的地步。主人说已经有3年没能好好睡觉了，他们把家里能发出声音的设备都拆了，声音依然没有停止。奇怪的是，邻居家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。邻居怀疑会不会墙里藏了什么东西，工作人员趴在墙上等待声音出现。뭐야? 声音远比想象的大，节目组猜测会不会是建筑工地的声音，但他家附近并没有施工现场，锅炉和水箱也检查过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就在这时，专家发现楼下的水表管道有问题，一旦过水，水管就会震动。专家关闭了水管，果然声音都没再出现。接着再次打开水管，声音再次出现。专家解释说，声音就是水压造成的，水压冲击使得管道震动，然后又引起了墙壁震动，进而产生了声音。随后改装了管道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是一棵会生钱的树，每天都能在树下找到1枚硬币。这些就是最近收集到的硬币，很奇怪，都是50的。店主说2个月前打扫卫生时，在店门口的树下意外发现的，之后每天都会出现1枚硬币，他也不敢用，只是把硬币收集起来。对于这种现象，有人说柿子树果实累累，象征着家族兴旺，可能是有人对着树许愿丢的硬币。这种说法还是挺靠谱的，毕竟我们这边也有许愿丢硬币的做法。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柿子树下面却找不到任何硬币，只有他店门口的树会这样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店主很焦虑，这是有人在对自己下蛊施法吗？节目组安装了摄像头，想要找到丢硬币的人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一位可疑的大妈出现了，她不经意地路过柿子树，随手朝树下丢了一个东西。节目组迅速出击，面对质疑，她却说什么硬币不硬币的，我丢的是一片树叶。原来大妈喜欢闻树叶的味道，时间一长，树叶的味道就淡了，自己就随手丢了而已。看起来好像真的不是这位大妈。节目组决定继续观察，一直到深夜都没有出现可疑人物。第二天早上7点起床到树下一看，再次发现了硬币。节目组赶紧调监控，发现了一个行为可疑的大妈。她在早上5点的时候有目的的朝树下丢了一个东西，随后匆匆离开。店主看到这一幕讲话了，原来这个大妈是收废品的，每天都会来店里收废纸箱。为了确定丢硬币的是不是她，店主在1枚硬币上做了记号。没一会儿，大妈又来收废品了，随后在店里买了一杯咖啡。店主把带记号的硬币找给了她，大妈刚出门就把硬币丢在了树下。随后店主找到硬币确认了，一直丢硬币的人就是废品大妈。节目组赶紧追了上去，大妈也承认了，丢硬币的就是自己。至于为什么一直这样做，大妈说店主每天都会把废纸箱给自己，而且还不要钱。为了感谢店主，又怕店主不接受，才会偷偷的把硬币丢在树下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个温暖感人的灵异事件。大妈最后也向店主解释了一切，和废品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位大妈也有反常行为。大妈交不起水电费，却每天给陌生商贩送钱，每人大约给2万，而且还不买东西，不要的话她会把钱丢进下水道。市场里的商贩都无缘无故收到过，就连街头卖菜的大爷大妈也收到过。这种奇怪的行为每天都会上演，而且最近金额也在变大，有人竟然一次收到了17万。大妈送钱也从不废话，丢下钱就走。假如一天要发10万，一年就是3600万。有人认为大妈可能中了彩票，然后想做善事回报社会，不然普通人根本没这么多钱。节目组在他经常发钱的路口安装了摄像机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一个拉着购物车穿红色衣服的女人出现了。她先来到银行取钱，取完钱随手把一些钱送给了旁边坐着的老太太。老太太说真的奇怪，我都不认识她啊。大妈刚离开银行就开始给路边的小贩发钱，发完继续去下一个地方。节目组追上大妈想了解下情况，大妈发现了摄像机，拉着购物车就溜了。大妈的迷惑行为还在继续，买了几个汉堡后给旁边的人分了几个，路边树底下丢一个，剩下的直接丢进了垃圾桶，这多少就有点浪费啊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大妈同意让节目组跟她回家。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，她家里很破，而且家里只有大妈一人，那她为什么要给别人送钱？大妈却一口否认，说自己没有给别人送过钱。交不起水电费的大妈每天却给陌生人送钱，问她为什么这样做，大妈却说自己没有给陌生人送过钱。节目组说我们都拍下来了，就是你啊。大妈改口说自己是奉命办事的，是大山守护神让自己这么做的。然后大妈又扯了一些有的没的，越说越玄幻。节目组还发现她家一直没有交水电费，大妈的存折上也只有几万块，看起来生活本身就很困难了，根本不足以支撑她每天出去送钱。这时大妈又说自己把股票卖了，但看起来像是临时编的谎话。第二天大妈又去
去了银行，把刚取出来的15万直接放在大厅的凳子上，谁想要谁要。节目组把钱收起来还给大妈，大妈突然哈哈大笑，直接把钱丢进了下水道。这种反常举动，节目组觉得有必要带大妈去看医生了。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大妈的情况，想要帮助她都被拒绝了。节目组想要说服大妈去医院，还是被拒绝。接着大妈还哭了起来，经过连续几天的劝说，大妈同意去医院。一番交流过后，魏浩宇医生认为大妈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同时还出现了幻觉，都是由于长期缺爱导致的。医生建议大妈要敞开心扉，分享自己的感受。街道办事处表示会帮助大妈，给她温暖，让大妈感受到被爱。曾经收到大妈钱的商贩也表示会把钱还给大妈，希望她能好起来。至于她的钱到底哪里来的，节目中也没说明白。就这样吧，如果现实中遇到这种送钱的人，你们一定不要大惊小怪的，请叫上我，谢谢。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姐上厕所从来不用纸，必须用纸的话就要把用完的纸留着，下次继续用。用完的卫生棉也要洗接着用。为了省水，马桶要攒1天，睡觉前才会冲1次。28年来没买过一件衣服，短裤都是30年前趁降价买的，松紧带已经没有弹性了，没关系，用夹子夹上照样穿。袜子都穿到脱丝了，变成了薄薄一层。短袖从小穿到大，上面全是洞。他还说希望再穿个20年。洗发水也是各种免费试用装。洗衣服用洗衣机就太费电了，直接把衣服泡在洗澡水里，洗完澡顺便就把衣服洗了。我觉得这样还是浪费，应该把洗澡水收集起来冲马桶才对嘛。家用电器都是用优惠券兑换的，为了省下每月17元的燃气费，他把家里燃气停了，只要花钱一切免谈。很多人觉得这样省钱完全没必要，你再省也买不起房子啊。人家买了市中心的房子，还还完了贷款，家具全是垃圾箱里捡的，别人丢的瑜伽垫被他捡来当床。然而像他这样节俭的人，却准备请朋友来家里做客，那自然要提前准备了。首先要打扮一下，剪个美美的发型，剪刀还是上学时室友不要的，听说有家店在清仓处理，他决定挥霍一次，看中了一件10块钱的衣服，还想让老板再打个5折，接着掏出了一堆硬币。老板说我这都打5折了，要不送给你吧。那太好了，我先把钱收起来。接下来就是给朋友准备晚餐了。只见他来到垃圾桶旁边，好朋友要来家里做客，他却在垃圾桶里找食物招待朋友。他特意来到高档餐厅门口的垃圾桶，说这里丢掉的食物品质好。在路人诧异的目光下，他开始采购了。你看这不就有很多新鲜的葡萄吗？还有西红柿，做个西红柿炒葡萄，不错。今天运气也很好，还找到了一盒烤鸡，看了一下生产日期，才过期6天而已，非常适合给朋友当主食。最后还找到一盒蛋糕，这下齐了，餐后甜点都有了。这时店主想要赶走他没有感到一丝尴尬，他认为只要你把食物丢进垃圾桶，那就是公共财产了，自己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捡。还说你们真是太浪费了，下次丢垃圾的时候能不能先给我打个电话。社交牛 C 症无疑了。他回家后一般都是拿出食物直接开灶，但这次是招待朋友，他决定包装下摆个盘啥的，于是把捡来的食物全部倒进锅里搅拌一下，一份大锅菜就做好了。还说希望朋友会喜欢他亲手捡来的食物，朋友如期而至。他先给朋友介绍了自己从垃圾桶捡来的家具，自豪地说自己从来没买过家具。朋友都听傻了，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但更让他们傻眼的还在后面。晚餐时间到，大姐拿出了捡来的食物，好朋友来家里做客，他却把从垃圾桶捡来的食物端上了餐桌，朋友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食材，小心翼翼尝了一口，表情复杂，又尝了一口，直摇头。另一个朋友说有那么夸张吗？一口下去一言难尽，问他食物从哪来的，大姐嘿嘿一笑，笑得朋友惊慌失措。不会吧，这也是捡的。朋友顿时肠胃翻滚，冲进了厕所。大姐贴心的说马桶没冲过，味儿可能有点大。这样好了，朋友吐得更厉害了。这还没完，大姐还要请朋友吃餐后甜点。朋友发现蛋糕已经被人咬过了一口，很明显也是捡来的，碍于面子还是决定尝一尝，确实不新鲜了。朋友打开冰箱找水喝，发现冰箱铺了一层报纸。大姐解释说捡来的食物有的包装比较脏，所以才铺上了报纸。朋友一听，那算了吧，我还是憋着回家喝吧。没一会儿朋友便离开了，以后估计不会再联系了。但我觉得大姐至少还挺坦诚的，其实她变得极度节俭也是有原因的。大姐说自己名牌大学毕业，本以为一辈子衣食无忧，没想到后来竟然失业了，这让她有了危机感，于是学会了省吃俭用的生存之道。据说每个月都能省下4000块，房贷都还完了。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为啥没买房子了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叔疯狂的用铁锤敲自己，一天要敲1万次，边敲还边笑，甚至脑袋也要敲，即使在店外都能听到敲打的声音。节目组惊呆了，这是一把货真价实的铁锤，难道不疼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我都做了5年了，还说正是铁锤救了他的命，这又是为啥呢？他也不解释反而变本加厉。
疯狂的敲打肚子，都敲出了8块腹肌，胸口再来上几下，胳肢窝也不能少，说这是自己独特的按摩方式啊！不仅如此，说垂直疗法还能帮助减肥。工作人员尝试了一下，差点敲骨折。大叔最后在脸上敲了几下后，终于说出了这样做的真正原因。原来啊，当年他得了很严重的颈椎病，有天痛到无法忍受，偶然拿起铁锤敲打颈椎，没想到颈椎一下他就不疼了，从此就走上了敲打自己的道路。但当他脱掉上衣，脊椎都被他敲得通红，长了厚厚的老茧。他真的健康吗？节目组带他来医院，大叔还在医生面前展示了垂直疗法。医生看得一愣一愣的，一番检查下来，医生说他的颈椎问题仍然存在，建议大叔立即停止垂直疗法，不然很有可能得关节炎。听了医生的话，大叔回家就把铁锤换成了按摩仪。和大叔有相同爱好的还有下面这个男人，他在零下20度的气温下疯狂的用铁锤敲肚子，1分钟要敲80次，肚子都敲红了。他就说自己在锻炼身体，还让工作人员往他肚子上敲，敲完肚子又打了一套太极拳，完事后拿出一瓶白醋，倒了满满一杯，一饮而尽。这种迷惑行为真的是奇怪啊！回家后拿出冰冻的苹果，直接用手指劈开吃，还说手切的好吃，我信你个鬼啊！有区别吗？更奇葩的是，他是个专业的钢琴老师，弹了一手好钢琴，还给节目组展示了一段，看着完全就是2个人啊！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组合？这时大叔说出了自己的故事，原来他患有小儿麻痹症，从小就被朋友孤立，这让他很自卑，直到有一次自己单手劈断了一个木棍，小伙伴都惊呆了，这让他找到了自信，从此就这样开始奇葩的运动了。至于锻炼完要喝醋，他说之前经常咳嗽，喝了醋就不咳嗽了，就很神奇。但这种锻炼方式真的健康吗？节目组带他来医院，当着医生的面展示了自己的锻炼方式，医生也看呆了。一番检查过后，医生发现他的肠胃有一定程度的损伤，要立即停止这种危险行为，不然有可能会导致内出血。最后大叔也表示自己会慢慢改掉这种不好的锻炼方式。然而下面这个大叔对自己更狠，他把10厘米长的钉子敲进了膝盖，接着用拔罐器对着伤口抽血，很快就抽出来1管血。就这种迷惑行为，他每天都要做10次，已经做了10年。他还说是为了健康，下班了抽1管，睡觉前也要抽1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啊，怕他抽死了，说他有一次放血过多都站不起来了，为此还在家休养了3个月，而他自己却说正是钉子救了他的命。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再后来他做得越来越极端，甚至往头上钉钉子，这也导致他大量脱发。他却说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，还认为是放血带来的，真的奇怪。原来大叔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吃过很多的药。再后来呢，他认为自己体内有药物残留，认为自己的血不干净，才想着用拔罐器抽血。经过一番劝说，他同意去医院检查。医生看到都震惊了，说他的想法和方式完全是错的。不仅如此，如果钉子损伤了神经，都有可能导致瘫痪。最关键的，他根本就没有病，身体没病的话，那8成就是心理问题了。精神科医生对他进行了心理测试，医生说他把心理问题当成了身体问题，错误的通过放血来自救，还试图让这种行为合理化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行为，回家后就把拔罐器都砸碎了，生活步入了正轨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家客厅成了墓地，每天早上都会出现上万只死掉的蜜蜂，蜜蜂尸体能装满3个垃圾桶。然而更多的蜜蜂还在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啊！就算把纱窗打开，蜜蜂也不走，好像屋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它。主人也是惨啊，被蜜蜂围攻，蛰得满头大包啊！一到晚上更夸张，整个天花板都会震动，还会传出一种怪声啊！没办法，晚上只能睡在卧室的帐篷里。然而邻居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，附近呢也没有养蜂场，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偏偏选择他家？他家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蜜蜂吗？真的奇怪啊！第二天，节目组再次上门，主人说今天死掉的蜜蜂很少，工作人员敲了敲天花板，里面也没有发出嗡嗡的声音，难道是一夜之间都死了？节目组用热像仪也没有检测到任何温度，决定打开天花板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找来了专业养蜂人，一打开就发现一个硕大的蜂巢，蜜蜂也都活着，还发现客厅出现的蜜蜂都是通过电线孔钻出来的。原来当蜂巢内部温度过高时，蜜蜂会扇动翅膀来通风，就会出现嗡嗡的声音。之所以现在蜜蜂安静下来，是因为天气降温了，它们一年只能生产出1个蜂巢，现在有6个蜂巢，说明它们已经在天花板生活6年了。那没什么好说的，直接给蜜蜂搬家，最后还收获了17公斤的蜂蜜。主人说这就算6年的房租费了。然而下面村庄发生了更离奇的事，每到凌晨1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龙的叫声。村长说声音是从半年前开始的，每到凌晨1点就会准时响起，一直持续到早晨不戴耳塞根本没法睡觉，很多人受不了都搬走了。有村民认为是之前开山采石动了龙脉，
而节目组却认为是锅炉的声音，但村长说自己早就检查过了，锅炉一切正常。节目组继续寻找声音来源，这时一个类似的声音传来，来到屋内才发现是缝纫机的声音，但声音非常小。缝纫机表示这个锅我不背，那难道是管道施工惹的祸？但施工队表示从来不会在凌晨施工。一时间关于声音的说法越来越多，听起来也越来越灵异。又来到了凌晨，节目组全体动员，在村中各个角落寻找声音来源，还安装了声纳设备来监控。不一会儿，声音准时响起，大家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，正是锅炉所在的位置。声纳设备也检测出声音就来自村长家的锅炉。这就很尴尬了，村长还是不肯相信，明明自己检查过的。锅炉售后人员排查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，锅炉上一个电磁阀产生了滑动，导致了这种不寻常的声音。维修完毕，村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同样在凌晨出现诡异声音的还有下面这个公寓，每到凌晨4点，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，有时候是玻璃球掉地上的声音。声音是从5年前开始的，每天持续4个小时。声音出现时，整个房间都有回声，墙壁都会震动，很多人都无法安心睡觉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。有人干脆在外面租房住。物业也调查过原因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。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。又来到凌晨4点，敲门声再次响起，1小时过后又变成了玻璃球滚动的声音，声音竟然高达90分贝。要知道地铁站声音也才81分贝。工作人员发现用铁锤摩擦瓷砖产生的声音和玻璃球掉落的声音很像，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，想找到这个人。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，但是一晚过去了，完全没有出现任何声音，连续几天声音都没再出现。其实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了，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谁就不好说了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物业表示自从节目组采访过后，声音就没再出现过，这下都能安心睡觉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叔每天咬着1双筷子睡觉，还要在枕边准备1双臭袜子，不这样做的话就会遭到邻居投诉，因为每到深夜，这座公寓就会传来怪异的声音，听起来像青蛙在叫，又像是什么东西在楼梯上跳，这让公寓住户都苦不堪言。大家循声来到一位住户家里，只见声音越来越大，打开灯后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，这声音原来是大叔在磨牙，磨的那叫一个响，嘴角还不停抽搐。大叔说自己磨牙已经20年了，牙都磨掉了半颗，以至于现在都无法咀嚼食物。妻子因为受不了这事，跟他离了婚。看着自己磨牙的录像，大叔表情凝重，没想到自己磨得那么深，磨得那么认真。朋友们也尝试帮他解决，等他磨牙的时候，脱掉袜子塞他嘴里，还会让他叼着1双筷子入睡，但都无济于事，磨牙反而越来越严重。也去过很多医院，结果把一个房间的嗜睡症患者都整失眠了。大叔也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大家又带他来到大医院，医生都说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磨牙患者，牙神经都快暴露出来了。随后检测他磨牙时的各项身体机能，医生发现在他睡觉时，舌头滚动阻塞了呼吸道，所以他只能张嘴呼吸，这应该就是他磨牙的原因。最后经过治疗，大叔总算是改掉了磨牙的习惯。大妈来买香蕉，商贩却觉得他有病，只见他拿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，直接带皮一起吃，这把商贩看得目瞪口呆，问他为啥要吃香蕉皮，他也不解释，觉得香蕉皮不过瘾，直接吃起了生板栗，看样子味道也不错，2口就能吃下一个。卖了这么多年水果，商贩哪见过这个，直接送给他了一些。回家后他就把带皮的水果挨个洗干净，猕猴桃带皮吃，这个我还能接受，橘子他也带皮吃，哈密瓜也是，但更夸张的是连鸡蛋都带壳吃，这我就接受不了了。闺蜜都很担心她，叫她来吃顿好的改善一下，没想到放着一桌子美食不吃，大妈却吃起了闺蜜吃剩的蟹壳，边吃还边嫌弃，说螃蟹还是生的好吃，吃的不过瘾。接着又把闺蜜吃剩的鱼骨头用苏子叶包起来，几口就吃了下去。不得不说大妈嘴是真硬，到目前为止带皮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，那她到底为啥要吃皮呢？大妈舔了舔嘴唇说，真的很好吃又有营养，这样吃了10多年了，身体也确实很健康，也没有什么消化道问题，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，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，一定要吃的话最好中午吃。大妈在门上装了4把锁，还把电饭锅放在衣橱里，这么安全的家她却不住，整天推着婴儿车睡在公共厕所，婴儿车被严严实实包了起来，里面还时不时发出怪声，关键这大妈也没孩子，问她里面是什么，大妈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快速离开了。等再次遇到她，大妈正在吃猫罐头，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，突然里面就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小手，这才看清楚，原来里面还有一只猫。夜幕降临，大妈就来到公共厕所准备睡觉，为啥有家不回，天天露宿街头呢？沟通了好长时间，大妈终于讲话了，说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，家里那个怪东西一直跟着她，还一直偷自己的东西，家里到底有什么让她如此恐惧呢？大家提议跟她一起回家看看，毕竟人多势众。大妈同意了。来到门口，
大家就隐隐感觉家里确实不简单。大门被他装了4把锁，挨个打开一看，里面还有一扇防盗门，上面还有2把锁。刚进来，大妈就赶紧用柜子挡住了门。屋里窗帘紧闭，没有一丝光亮。她甚至把电饭煲放在了衣橱里，说是怕有人偷。但真的有小偷吗？在大妈的同意下，大家安装了摄像机，看能不能抓到她说的那个怪东西。一夜过去了，没发现小偷，却发现了大妈的反常行为：整夜不睡觉，在屋里来回走动，还时不时跪在地上做着奇怪的动作。白天大家问她为啥不睡觉，她指了指天花板，说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，整夜嘲笑她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8成又是心理问题。在当地相关机构的帮助下，大家说服她接受治疗。一番交流下来，医生说大妈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，会时不时出现幻听，应该是由于父母过世对她打击过大导致的，只要治疗得当，还是能好起来的。最后大妈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说会好好配合治疗，几个月后再见到她，精神面貌已远超过去，成为了一个正常人。大叔天天擦玻璃，却怎么都擦不干净，也不是爱干净，是因为最近换了窗户后，玻璃上就凭空出现了一个奇怪纹路，纹路非常清晰，看着就像一个巨大的指纹，怎么擦都擦不掉。即使换了窗户，这指纹仍会重新出现，因为大叔的房子在深山里，难不成真的有什么不明生物偷偷留下的吗？装个监控看看吧。一夜过去了，怪物没出现，却出现了更怪的事，指纹凭空消失了。大叔却并不惊讶，说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，只要是晴天，指纹就会消失，反之阴天指纹就会很明显。大叔说再等等吧。来到傍晚，这指纹果然准时出现，有人怀疑是傍晚室内外温差变大，从而在玻璃上出现的冷凝现象，但这东西根本擦不掉，而且只出现在这一块窗户上，所以不可能是冷凝现象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大家去找卖家咨询，卖家说了一些有的没的，一副不耐烦的表情，最后说可能是厂家用吸盘搬运玻璃中留下的痕迹。大家又来到玻璃厂家，果然就看到了这种搬运玻璃的专用吸盘，吸盘也确实会在玻璃上留下痕迹，但这种痕迹是能擦掉的，跟大叔家的根本不一样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瑕疵品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上面出现的纹路和家里指纹不能说是很像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厂长解释说，刚生产出来的玻璃很热，需要在下面垫上一层厚厚的油纸，大家隐隐感觉这层油纸可能就是谜团的关键。带着油纸找到专家，专家分析半天，又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。总之结论就是玻璃上的纹路还真是油纸印上去的，刚开始纹路还是能擦掉的，但一些瑕疵品玻璃在露天环境中存放时间一长，这纹路就会深深印在玻璃上，是很难擦掉的。工厂为了利益最大化，会把这种超大的瑕疵品玻璃做成小一点的窗户玻璃，恰巧大叔买的窗户玻璃就是用这种瑕疵品做的，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怪现象。至于这纹路在晴天时消失，是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。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这下不用再换玻璃了。他给自家小香猪带上计步器，又装了个节食背带，准备给猪减肥。这只小香猪几个月就长到了180斤，2个男人都抱不起来，肚子都快碰到地板了，还长出了3下巴。本来是个迷你猪，结果现在一对比，主人变得很迷你。有次主人想要抱一下，就闪到了腰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主人带他来到废品站，用这里的臂棒来称重，整整180斤。这还是迷你小香猪吗？不是说好的长不大吗？想到当时卖家承诺的假一赔10，主人联系卖家售后，卖家表示可以赔10倍。首先把货退回来，我们重新给你发10只小猪仔。主人一想，不对啊，我这不就成养猪的了吗？毕竟养了这么长时间，都有感情了。主人决定给他减肥，带上计步器，一块行走的五花肉上线了。刚走了2步，他就躺下了。本以为他至少能走30分钟，结果他要休息30分钟。看来运动不适合，只能让他少吃点了，用食物引诱他运动。结果主人却累瘦了。最后主人想到了一个绝招，给他制作了一个节食背带，前面吊上一根他最爱的胡萝卜。你别说，效果不错，他走路积极多了。几天后再次上称，减肥效果十分显著，整整减掉了半斤，而且很可能是上称前那坨便便的重量。用仪器一测，他的体脂率超过了 85%。医生擦了擦口水，说这种猪吃起来很香，而不是这猪是很难减肥成功的。但主人并没有放弃，表示会一直陪他减肥，希望他能变回迷你猪。大妈用胶带把天花板的灯都封了起来，又在客厅放了4台空气净化器，24小时开着，说是为了保命。因为他家天花板一直飘来一股恶臭，闻着像腐尸的味道，把天花板上的孔洞封死后，臭味反而越来越大，连厨房上面也传来了恶臭。不过最臭的还要数卧室，一开门恶臭扑鼻而来。丈夫对于这种气味表示还好，因为他有鼻炎闻不到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不得已装上了4台净化器，但并没什么效果。天一亮他就出门，家里一刻都待不下去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专家用设备分别检测了天花板和厨房，数值都很正常。随后来到卧室，瞬间数值爆表，越靠近化妆台数值越大。化妆台上的一个小盒子引起了专家的注意，大妈说这是保湿霜，已经很久没用过了。拧开盖子，一股恶臭袭来，差点把专家送走。用仪器测了一下，数值超过了34，要知道下水道的气味也才20左右。仔细一看，原来这保湿霜早就过期变质了，
家里的恶臭就是从保湿霜里飘出来的，因为一直开着卧室的窗户，臭味就被吹得满屋都是，让他误以为是天花板上传来的。大妈只是在家种了一个盆栽，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。只因这盆栽实在不一般，一夜就能长高20厘米，10多天就长到了3米。大家架起摄像机对着植物顶端，一夜过去了，植物肉眼可见的疯狂生长。据大妈介绍，这盆栽大有来头。前段时间她做了个手术，出院后就遇到了一个怪和尚，什么都没说，就把这植物送给了她。说来也是奇怪，自从这植物来到家里，大妈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。大妈觉得这一切都是盆栽带来的，认为她肯定是被高僧加持过。从那时起，大妈每天精心照料，浇水都用山泉水。刚开始她只是冒了一个小尖尖，没想到10多天竟然疯长到了3米。她现在就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啥。专家看到这景象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当地环境不利于它生长，长成这么高非常罕见。说这是一种墨西哥植物，名叫龙舌兰，这根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茎，最终可能会在顶端开花。据说每30年才会开一次，而且环境要非常适合。但韩国的冬天太冷了，可能无法等到开花的那一刻。最后专家还说了一个残酷真相，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，那就是一旦开花，也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到头了。大妈显得很伤感，专家说可以采集到种子进行播种繁殖。大妈又恢复了笑容。1个月后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龙舌兰真就开花了，艳丽的黄色花朵看起来好像一把火炬，上面还泛着光，蜜蜂都被吸引来了，最终高度也达到了3.6米。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，都想来沾沾好运。据说龙舌兰开花就能实现愿望，众人纷纷点赞许愿。